帮你整理澳洲知识，带你探索澳洲文化。大家好，我是 Jen。在上一期的节目中，跟大家分享了雪梨歌剧院的历史。那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要跟大家聊聊它的好邻居，也是澳洲最著名的地标之一，它就是雪梨海港大桥 Sydney Harbour Bridge。跟雪梨歌剧院比较不同的地方是，雪梨海港大桥的建造过程没有遇到太多像政治预算等等的问题。它最戏剧化的地方在于，从最初的构想到开工，中间居然相隔了100年之久。那么为什么雪梨海港大桥的计划会拖到这么久才开工呢？跟上次一样，今天Jen就要带大家实地走访雪梨海港大桥，并且聊一聊这后面的历史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雪梨海港大桥。其实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1815年，由罪犯转任政府建筑师的 Francis Greenway 就已经向当时的总督麦考瑞提议，需要在雪梨的北岸建造一座连接雪梨市中心的桥梁。不过当时这个建议并没有被采纳。之后的几十年间，又陆续有人对政府提议了建造桥梁的这个计划，不过呢都没有被实施。一直到1840年，海军建筑师 Robert Brinkley 甚至提议要建造一座浮桥。不过前面说的这些都只是建议而已。一直到1857年，工程师 Peter Henderson 才制作出了最早的雪梨海港大桥的图纸。那么到了1880年呢，有人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，其中就包含了预算大概是85万英镑。到了1900年，新州政府终于决定造桥了。他们举办了海港大桥的建筑设计比赛，当时赢得比赛第2名的是 Norman Self， 然而第1名却有很多争议。到了1902年，政府再度举办了这场比赛，而这次呢 ，Self 凭借着他刚选碧桥的独特设计获得了冠军。然而剧情峰回路转，1904年新州迎来了政党轮替。听到这个词，不好的预感又要来了。没错。新州政府以经济状况不佳为由，政策大转弯，决定不建造这个大桥了。在这之后又过了10年，到了1914年，这次新州政府铁了心要把雪梨海港大桥造出来，他们指派了 John Bradfield 为雪梨海港大桥的总工程师。到了1916年，他们甚至通过了一项专门为此建案设计的法案。不过，你以为雪梨海港大桥终于要开始动工了吗？没有，它偏不。当时的立法委员会以预算应该花在战争上为由，拒绝立法。没错，雪梨海港大桥因为第1次世界大战又双弱者的搁置了。不过，这个被尊称为雪梨海港大桥之父的 Bradfield 并没有就此放弃，他拼尽全力地保留住了这个计划，并且在战争结束后的1921年前往多国考察。在 Bradfield 回到澳洲之后，他向政府提议，不妨参考纽约的地狱门大桥，以单拱桥的形式来设计雪梨海港大桥。皇天不负苦心人在1922年，新州政府终于通过了雪梨海港大桥法，其中规定了在 Dawes Point 及 Milsons Point 之间建造一个跨港的拱桥，并对该项目进行全球招标。1923年7月28日，雪梨海港大桥终于动工了。听到这边我真是有点热泪盈眶了。不过呢，虽然雪梨海港大桥没有遇到太多像政治预算等等的问题，它却有一些技术难点。比如说呢，因为海水深度的原因，大桥两端必须在海岸两旁分别建造，然后再到中间合并起来。不过这些技术难点对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Bradfield 来说，根本就是小菜一碟。他带领的团队迅速地拟定好了应对方案，并且开始了动工。7年后，1930年8月20日晚上10点。大桥两端连接起来了，而在桥板搭好后，两端的塔架工程也飞速进展开来，并在1932年全部建造完成，大桥正式启用。那么，海港大桥完工后为雪梨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何呢？作为贯通雪梨南北的交通要道，雪梨海港大桥上一共有8条汽车道、2条火车道、1条自行车道以及1条人行道。而在海底下呢，后来也挖通了2条共4线道的收费汽车隧道。说到这个，就不得不赞叹一下 Bradfield 的远见了。人家海港大桥之父绝不是浪得虚名，他早在100年前的1920年代就决定要建造足以容纳6条车道加2条火车道的桥板，
都知道，雪梨大桥建造前，澳洲甚至没有一辆挂牌汽车，而且直到大桥完工，全澳也只有2000辆车。在100年后的现代，数据证明了 Bradfield 的决定再明智不过了。光是2010年，平均每天就有204列火车、16万辆汽车和1650辆自行车通过雪梨大桥。除此之外，海港大桥上还有2个旅游项目，一个是著名的攀爬海港大桥 Bridge Climb， 另外一个则是塔架的观景台 Pylon Lookout。根据官方资料估计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已经有400万人攀爬过了海港大桥。顺带一提，之前卷去爬桥的时候问过导游，每天平均有600人体验爬桥。我回家大约算了算，以最低票价200来算，一天就可以有12万澳币的收入。总之呢，雪梨海港大桥作为贯通雪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，虽然花了100多年才开始动工，不过最后经过 Bradfield 细心的考察，还有富有远见的规划，它对于雪梨有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